她明明是一个孤儿，可她却有着数百个兄弟姐妹，他们全都是来自于天南地北，因各种原因无家可归的孩子。今天是斯特被送到这里的第一天，他眼角流出了一滴很不情愿的眼泪，可年幼的他也只能无助地听着别人的安排。救济院的管事们告诉他，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的兄弟姐妹，还告诉他要学会感恩，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为抚养照顾你的人用心祈祷。听着管事们的训导，斯特听话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他便被带到了一个厂房，这里有数百个孩子都在用心的工作。男人给斯特腾了一个位置，然后直接扔给他一捆麻绳。Learn from the boy next to you. What's more to learn, sir? Learn to pick out the oakum. What's oakum, sir? Stop asking so many questions. 男人并没搭理斯特，而是直接转身离开。斯特只好独自摸索着向身边的孩子学习如何剪麻絮。其实这里与其说是救济院，不如说是雇佣免费童工的工厂。他们利用孩子的免费劳动力赚取利润，然后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维持孩子们的基本生存。为了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他们不断削减花在孩子们日常生活上的费用。每个孩子一顿只能吃半碗稀粥。斯特刚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便看到一个没吃饱的男孩饿得睡不着，在宿舍里焦急地走来走去。斯特其实也很饿，但是初来乍到的他根本不敢吭声，只能抱着肚子勉强煎熬到天亮。第二天早上，管事带着孩子们祷告。For the blessing of this generous and bountiful meal that thou hast placed before us, we give thanks. Amen. 随着祷告结束，饥饿的孩子们立马开始狼吞虎咽，仅仅5勺，斯特便吃光了自己的早餐。最终忍无可忍的孩子们决心向管事表达自己饥饿的诉求，可面对着严厉的管事，却没人敢开口。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公平的抽签，初来乍到的斯特幸运地抽中了最短的那根，成了众人指定的代表。当天傍晚，晚饭刚刚结束，孩子们便全都盯着斯特，鼓励他去表达众人的诉求。斯特内心虽然也是七上八下，但他还是在众人的目光中缓缓站了起来。此刻数百个孩子的期望全都压在了斯特瘦小的身躯上，他犹如一个拯救世人的英雄，慢慢向管事走去。 Please, sir. I want some more. What? 却不想斯特的话刚刚说出口，管事便举起拐棍向斯特狠狠地砸来。惊慌的斯特拔腿就跑，而管事则紧追其后。幸运的是，管事年老体迈，没跑2圈便气喘吁吁，但这并不代表着斯特可以逃避惩罚。当其他管事得知斯特的行为后，震惊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敢反驳他们的严格管理。就在他们商讨该如何惩罚斯特时，一个满脸黑灰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了救济院门口。随着这个男人的出现，斯特的命运也将彻底改变。他突然发现5英镑就可以购买一个身体健康、聪明伶俐的孩子，于是为了让自己掏烟囱的手艺不至于后继无人，他果断向救济院的管事们表达了自己想要买一个孩子的想法。而此时管事们正在商讨如何惩罚那个刚来救济院便站出来挑战他们管理制度的小男孩。于是管事们决心把刚刚挑战他们管理权威的小男孩卖给眼前的男人。可怜的小斯特刚到救济院第2天便被管事们像货物一样售卖给了别人。看着斯特满脸的惊慌失措，负责签署领养协议的官员犹豫了几秒钟，最终善良的他拒绝签字。斯特就这样获得了继续留在救济院的机会，但是因为他之前带头向管事们索要更多的稀粥，危害了管事们的管理权威，斯特也成了管事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没多久，管事们还是以外出做义工的名义，私下把斯特卖给了一个开棺材铺的男人。男人的妻子把斯特带到了地下室，然后让女仆把狗没吃完的饭菜端给斯特。虽然是狗吃剩下的饭菜，但是对于在救济院整天喝稀粥的斯特来说已经美味至极。而斯特每天晚上睡觉的地方便是老板的办公桌下面。刚到了一个新环境，斯特根本睡不着，更何况房间里还堆放着很多棺材。内心惊恐的他缓缓翘起脚尖，伸着脑袋向棺材里张望，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他才缓缓放下了那颗惊恐的心。可当他转头的时候，却突然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到半死。镜子上的裂痕扭曲了他的样子，使得本就独自在棺材铺里内心惊恐的斯特拔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办公桌下面，用毛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第2天早上天微亮，睡梦中的斯特便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快速起身，慢慢打开了房门，可是却发现门外一个人也没有。他依着门檐，伸着脑袋四处张望，依旧没看到一个人影。他走下台阶，才看到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孩正坐在地上盯着他。男孩也在棺材铺做工，他非常的霸道，第一次见面便是一脚立威。吃早餐时更是把斯特赶到拐角，还说着各种嘲笑讥讽的话。听着男孩对自己的孤儿身世各种侮辱谩骂，不想招惹麻烦的斯特选择了隐忍沉默。而敏锐的老板也察觉了斯特脸上似乎一直流露着一丝忧郁，而他认为这张忧郁的脸正适合自己的生意。于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榨取斯特的利用价值，斯特成了一个买棺材附带赠送送殡服务的送殡人。这天傍晚，那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孩依旧像往常那样讥讽嘲笑斯特的身世，只是这一次他开始说着各种侮辱斯特父母的话，羞辱自己可以侮辱自己的父母，让斯特无法忍受。于是隐忍了几天的他决心不再隐忍，他愤然起身，快速向男孩冲去。
就在他们扭打间，老板妻子走了进来，制止了他们的争斗。男孩则诬告斯特故意找事，而一直对斯特有偏见的女人则气愤地直接把斯特关了起来。老板回来后也不分青红皂白的便对着斯特一阵猛打。满心委屈的斯特没有丝毫辩解，而是趁着四下无人偷偷逃离了棺材铺。他决心不再受任何人摆布，他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他接下来的经历更是影响了他今后的一生。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他已经在田野间走了将近1天的时间。他驻足停顿，他左张右望，可他依旧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方。他把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扔到地上，然后坐在石块上苦思冥想了很长时间，可依旧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躲在田野间的草垛里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只发现天空下起了淋漓的细雨。他用路边地上的积水洗脸，他躲在废弃的马车旁吃早餐，然后沿着乡间的小路继续漫无目的的行走着。偶尔会有行人从他身边经过，看着别人衣着光鲜出门乘坐马车，身边还有家人陪伴，本就形单影只的斯特内心更加落寞。傍晚时分，他经过一栋房子，已经断水断粮的他鼓足勇气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和一只情绪亢奋的小狗。斯特鼓足勇气想祈求一点食物， But would you be so kind? 可他话还没说完，女孩的父亲便突然出现。男人二话不说便恶狠狠地驱逐斯特离开。惊慌的斯特见状慌忙向后退去，紧接着转身拔腿就跑。斯特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很快他已经衣衫破旧，鞋子也已经彻底磨破。又饿又累，身体虚弱的他也倒在了马路上。他奋力起身，可没走2步又倒了下去。而倒下去的他再也没了站起来的力气。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路过的好心老人把他带回了家。老人虽然也生活拮据，但他还是想尽办法让身心疲惫的斯特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恢复了体力的斯特告别老人，继续赶路。当天下午，他也终于抵达了一座城镇。他光着脚丫躲在一个拐角，沉默不语。而他眼前是人潮涌动、繁华热闹的集市。虽然人来人往，可所有人都把斯特当成了透明，视而不见。直到一个鬼头鬼脑的男孩看到了躺在拐角的斯特。男孩本打算像别人那样选择视而不见，可善良的他最终还是转身向斯特走来。Expect you want grub, and you shall have it. I'm at a low water mark myself just at the moment, but I fall out and stumped. 斯特犹豫几秒后缓缓起身，跟着男孩开始向人群走去。虽然男孩年龄比斯特大不了几岁，但是已经能自力更生。自小同样无家可归的他练就了一门顺手牵羊的手艺，很快他便给斯特偷来了很多食物。见斯特无家可归，他便决心收留斯特。他带着斯特穿过繁华的街道，来到了一条拥挤的贫民窟小巷。小巷里聚集着三教九流、各种生活艰辛的人，而男孩的住处其实就是一个贼窝。这里有很多和斯特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全都是小偷，而他们的贼头是一个走路驼背、年龄很大但是依旧精神饱满的老人。虽然住在这里的都是小偷，可是他们却热情地招待了远道而来的斯特。虽然这里是一个贼窝，可是无家可归、漂泊多天的斯特却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自此开始，他再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四处飘零，而且这里还有一群对自己非常热情的小伙伴和一个对自己照顾有加的贼头。就在斯特沉溺在这个特殊大家庭的独特温暖时，意外却再次发生。他惊讶地看着不远处2个男孩用娴熟的手法偷走了一个男人的东西。就在他目瞪口呆之时，书店里的老板突然跑出来大喊着抓小偷。2个偷东西的男孩见状拔腿就跑。斯特本来也想跟着跑，可想想自己又没偷东西，于是又止住了脚步。可他却发现丢东西的男人正死死地盯着自己。惊慌的他立马起身想跑，却又被马车挡住了去路，于是只好顺着马车向另一个方向跑去。随着男人的呼喊，几个路人立马向斯特追来。内心慌乱的斯特只能奋尽全力地拼死奔逃。可很快，斯特身后便汇集了一支庞大的抓贼队伍，他们一边喊着抓小偷，一边奋力追击。绝望的斯特只能头也不回地在前面奋力奔逃，可最终他还是被人一拳打倒在地。惊慌的他躺在地上，瞪大眼睛看着把自己团团包围的人群。反应过来的他立马解释自己没有偷东西，可不管他怎么解释，最终他还是被送到了警局。经过一番简单的审问之后，斯特被判服劳役3个月。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本就身体虚弱的斯特直接倒地不起。幸运的是，最初看到了整个偷东西过程的书店老板及时赶到，说出了一切，斯特这才避免了3个月的劳役之苦。而刚刚冤枉斯特是小偷的男人出于愧疚，也直接把昏迷不醒的斯特带回了自己家。可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昏迷的斯特和刚刚2个偷自己东西的小偷是一起的。今天是斯特第1天外出偷东西，本来2个小偷是想给斯特做个示范，结果意外被书店老板撞见，这才发生了刚刚的事。当斯特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眼前的大房子和自己之前住的贼窝相比，简直像天堂。但是斯特知道这里不属于自己，他立马起身想要离开，结果却因为身体虚弱再次重重地摔倒在地。惊醒的老人也赶紧把他抱到了床上。当斯特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男人，可让斯特没想到的是，男人不仅没有赶他离开，还决心把他留在自己家中。一直漂泊不定的斯特终于算是找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虽然之前贼窝里的同伴和贼头都对斯特很好，可是他还是果断烧掉了之前的旧衣服，跟过去的自己彻底说再见。
因为他不想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小偷。斯特本以为自己可以抛弃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却不想这天下午收留他的男人交给他几本书，还有5英镑现金，让他把这些东西送给书店老板。5英镑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算是不小的金额，而男人这么做只是为了测试斯特的品行如何，因为他正打算收养斯特为养子。斯特带着书和现金正在向书店走去，结果中途却突然被一个女人从身后抱住。斯特拼命喊叫，奋力挣扎，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可女人却不断向路人解释说斯特是自己的弟弟，还说弟弟不听话要离家出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众人一听，立马纷纷指责斯特的不懂事，全都劝他跟姐姐回家。斯特无助哀嚎求救，可所有人却都把他当成了为了离家出走谎话连篇的孩子。紧接着一个男人又突然跑出来，他和女人一唱一和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斯特挟持带走，而挟持斯特的男人正是小偷团伙贼头的搭档。斯特就这样再次被送回了贼窝。虽然贼头之前对自己很好，可是此刻的斯特不想继续做小偷，他苦苦哀求着众人释放自己离开，可贼头却说一日为贼终生为贼，你这辈子只能做小偷了。见哀求无望，于是斯特抓住机会拔腿就跑，可贼头又怎么会轻易放他离开？斯特奋尽全力拼死奔逃，他知道这场奔逃关系着自己今后一生的命运，可不管他怎么努力，毕竟对方人多势众，而且熟悉周边地形，最后快速奔逃的斯特还是被贼头拦住了去路。而斯特身上刚穿了几天的新衣服也直接被一群小偷七手八脚的给他脱了个精光。紧接着斯特被贼头关进了阁楼，被关在阁楼的他站在窗边，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外，沉默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中午，贼头亲自给他端来了午饭，贼头依旧像往常那样语气和善，态度慈祥，只是已经决心脱离贼窝的斯特并没有回应他。原来贼头想尽办法的把斯特抓来劝他当小偷，只是害怕斯特以后会出卖自己，因为对于外界来说，大家只听说过贼头的名号，但是没有人知道贼头的真正样貌。他担心斯特离开以后会出卖自己，会出卖整个贼窝。他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可斯特依旧不为所动。紧接着贼头又让当初带斯特来贼窝的男孩出马，试图劝说。当时的斯特饥寒交迫，如果没有男孩，他可能已经饿死在街头拐角。可斯特感激男孩的救命之恩，但是他不想用做一辈子小偷来报答男孩。贼头想尽各种办法劝说，可斯特依旧不愿意继续做小偷。无计可施的贼头只好把斯特交给了自己的搭档，而贼头的搭档是一个手段狠辣、果敢刚毅的男人。他当着斯特的面拿出手枪，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填充火药，安装弹头。而此时年幼的斯特内心早已惊吓到翻江倒海，他说话都已经开始颤抖。而搭档则直接一把拽起他的衣服，说我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让我打你1枪，如果你还能活着便放你离开，第二就是跟着我去偷一次东西，偷完以后你想离开还是留下都随你。无奈之下，斯特只好答应跟着他去偷一次东西。第二天晚上，贼头的搭档带着斯特来到了码头边一座废弃仓库。斯特在这里见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紧接着男人开始收拾东西，带着各种撬锁开保险柜的工具。经过了一番准备之后，2个男人带着斯特开始向偷窃目标前进。他们还没抵达目标，天空便下起了淋漓的细雨。而斯特也突然发现，他们要偷窃的目标竟然就是准备收养自己的好心男人的住处。原来贼头的搭档是想用这个办法彻底断掉斯特离开贼窝被人收养的念头。发现上当的斯特立马摇头，不愿继续前进。他知道一旦自己偷了房子里的东西，便会彻底丧失被收养的机会。可贼头的搭档却不管不顾，拉着他便向房子走去。紧接着他便被2个男人抱进了院子。斯特苦苦哀求，希望不要偷这里的东西，可贼头的搭档却直接掏出了手枪。他们带着斯特来到房子后面，奋力撬开了一个小窗户，然后把斯特直接塞了进去。他们要求斯特到前面把房子的大门打开，斯特只好在贼头搭档的注视下缓缓向大门走去。不想偷东西的他则四处寻找着逃生机会。当他经过楼梯的时候，快速转身想要爬上楼梯，可却发现贼头的搭档正端着枪对着自己。无奈之下，斯特只好打开了大门。当2个男人才刚刚走进来，他便立马大声呼喊求救。房子的主人，那个准备收养斯特的好心男人也听到动静，拿着枪走了出来。斯特奋力挣脱，快速向好心男人奔去。双方几乎同时开火，而斯特也被贼头的搭档一枪击中，滚下楼梯。2人则直接抱着受伤的斯特奋力奔逃，而贼头的搭档也在奔逃中不小心坠入大河，好在水性足够好，才侥幸活了下来。可是他却因此大病一场，卧床不起。而斯特只是被打伤了手臂，在贼头的细心照顾下逐渐康复。贼头的搭档虽然生病躺在床上，可他却告诉贼头说绝对不能放斯特离开，因为他担心斯特离开贼窝以后会出卖他们。他决心等自己病好了，便把斯特带到郊外，直接杀死，就地掩埋。贼头虽然不太赞成搭档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贼窝能够平安无事，他也只好勉强答应。可2人怎么都没想到，他们的小声对话竟然让一旁搭档的女友听到。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友成为一个杀人犯，于是偷偷找到那个想要收养斯特的好心男人。她把贼头的贼窝地址直接告诉了男人，她希望男人尽快报警铲除贼窝，救出斯特。她虽然告诉了男人关于贼窝的很多事情，但是和自己男友有关的事却绝口未提。她希望贼窝被铲除以后，男友可以带着自己过平静的日子。可她怎么都没想到，这一切全都被旁边的一个男孩听到。
而男孩正是贼窝里的一个小偷，他立马返回贼窝报告。而此时贼头的搭档刚刚抵达贼窝，正和贼头商量如何处理斯特的计划细节。男孩则直接把自己刚刚听到的全都说了出来。得知自己的女友竟然出卖自己，愤怒的他起身回家。贼头赶紧追上来劝他冷静，结果却被他一把推开。满心怒火的他回到家质问女友为什么出卖自己。女友摇摇头解释说自己只是说出了贼窝的地址，但是绝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可愤怒的他却不管不顾，直接把女友按在地上用拐杖打死。而贼窝里的小偷们也在贼头的带领下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潜逃。被关在阁楼养伤的斯特也被贼头一把拽起，被迫加入了这场逃亡。他奋力拽下一根麻绳，然后拴起一个沉重的铁块，紧接着吹起口哨召唤自己养了多年的大狗。他想用绳子把大狗拴起来，然后扔进旁边的河水里淹死。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昨天晚上盛怒之下，他用拐杖打死了自己的女友。而畏罪潜逃的他却意外看到警方发布的通缉令上写着逃犯身边一直有一只大狗如影随形，而且把狗的体态样貌甚至连狗身上的斑点都描述得非常细致。无奈之下，他只好狠下心准备把大狗沉河淹死。可大狗却以为主人要跟自己做游戏，于是死死地咬住麻绳不松口。气愤的男人只好狠狠地踢了他几脚，而大狗也立马转身拔腿就跑。任凭男人如何召唤，可大狗却依旧头也不回地跑得无影无踪。紧接着男人直接来到了码头附近的废弃仓库，因为他的老搭档贼头正带着一群小偷躲在这里，他准备向贼头索要一点逃亡的路费。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才刚刚抵达废旧仓库，便听到自己的大狗正在窗外狂吠。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警方在街道上发现了大狗，于是便一路跟随大狗直接来到了废旧仓库。很快仓库下面便汇集了大量警察和看热闹的人群，警察也立马向他开枪射击。陷入绝境的他则死死地盯着站在贼头身边的斯特，他决心即便自己今天死在这里，也要拉着斯特垫背，因为在他的意识里，自己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全是因为斯特。他奋力拉起斯特，而贼头则拼命拽着斯特不愿放手。贼头祈求他留下斯特，可男人却心意已决，他带着斯特从天窗爬上了屋顶。他威胁警察，如果再开枪便把斯特扔下去。警察只好缓缓放下了手中的枪。紧接着他带着斯特拼命向上攀爬，他想从屋顶甩开警察，寻找逃生路径。可无论他如何努力，依旧没能甩掉一直紧跟身后的警察。最后为了快速甩掉警察，他把码头吊塔起重臂上的绳子套在自己身上，然后抱起斯特后退几步，一跃而起，荡到了对面的站台上。可就在他准备取下绳子的时候，一路追随而来的大狗却突然在对面叫了起来。听到大狗的声音，他习惯性的转头，结果脚下一滑，直接踩空。他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自己给自己执行了绞刑。被他一路挟持的斯特也终于侥幸获救。一直逼迫斯特加入小偷团伙的贼头也被捕入狱。小偷团伙里的小偷们全都被分别送到了少改所和救济院。斯特也正式被之前那个好心男人收养成了男人的养子。可斯特并不是十分开心，他心里一直牵挂被捕入狱的贼头。虽然贼头一直在逼迫自己当小偷，可是在自己流落街头最难的时候，却是贼头收留了他。斯特知道，如果没有贼头，自己可能已经饿死在街头拐角。而且贼头一直对自己照顾有加，最终在斯特的哀求下，养父带着他来到了监狱看望贼头。一道又一道的铁门，灰暗悠长的走道让斯特倍感压抑，而他也终于在这里见到了日夜牵挂的贼头。知道自己死期将近的贼头已经开始说些胡话，精神恍惚。可当他看到斯特的时候，他还是立马把斯特紧紧地抱在怀里。斯特感激贼头当时的救命之恩，他不想让贼头死在这里。他哭着哀求众人饶恕贼头，可贼头一生做了不少坏事，又怎么会单凭斯特的几声哀求便能得到宽恕？也许是因为忏悔，也许是因为斯特的感恩，也许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贼头靠着墙壁声嘶力竭的哀嚎嘶吼，听着贼头的绝望哀嚎，无能为力的斯特只能跟着养父缓缓离开，而眼泪也早已止不住的奔涌流出。回家的路上，内心悲伤的斯特一直沉默无言，养父则一把将他抱在自己怀里，似乎在对斯特说，从今以后我会比贼头更加用心的呵护你，绝不让你再受到一点点的苦难和孤独。